怎么了？仙子，快回去，院子里有条狼。没事没事，这狼看上去快死了，一身的血。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这血气冲天的，仙子可不能看这些。这可把我的好奇心吊起来了，我还没见过野生狼呢，大不大？狼肉能吃不？一身灰白毛发有点好看，洗洗干净应该很帅。为什么觉得这不像狼？这不哈士奇吗？我一觉醒来，穿到了山顶茅草屋里，饿到走路发飘，还摊上一个风水凶宅。本想装死躺平，谁知随手一挥，莫名其妙的击退了前来的人。随口一句春无虫，秋万凉，村民的田地便灵验成真。更离谱的是，山下的村民以为我是神仙，有烧不完的香，喝不完的鸡汤，以及我这张开了光的嘴，让所有人坚信我就是隐世宗师。我到底穿进了个什么世界啊？还挺重。我没养过狗，这里也没宠物医院，只能自己琢磨着来。仙子，真要养啊？养？这世界没有手机电脑玩，我一个人待在山顶寂寞，跟人说话社恐，但跟狗就不一样了。仙子，要不要套个绳索？套？遛狗不拴绳，行人两行泪。这畜生力气大得很，今天非得把他捆结实了不可。快，别让他跑了！仙子，捆好了，绑得死，他肯定挣脱不了。不听话就给他一牢头。我虽然没养过狗，但懂一点训狗方法。狗的世界里有明确的阶级，而哈士奇又是出了名的不听训，还拆家。打，必须打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。苍狼一族遭遇灭顶之灾，无数同族倒在血泊中，被无情的赶尽杀绝。这世间只剩下我最后一只苍狼，我带着不甘与复仇之心一路逃亡，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摔下冰墙。我记起昏迷前遇到了一位神尊，我的伤是神尊治好的吗？可惜没看到样模，不知是哪位神。神尊身旁有灵座跟随，一位是青牛圣体，另一个则是画很多的丹鸡，不对，不像鸡，有些记不清细节了，只记得两位灵座劝说神尊多收一个护灵。神尊未说一个字，拒绝之意明显。也对，连青牛圣体都追随他，怎么会要一个失去宗族背景的孤狼？但神尊留我性命且把我送到这里，一定是有原因。哈士奇不是绑在院子里吗？怎么自己走到了门口？绳子呢？远古而伟大，如大地之母浩瀚不可修睹，又如天道上苍神圣不容置疑。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呼吸，都能有疗养和治愈的效果，更别说长久以往对修炼的好处。神尊将我送到这位面前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你好乖啊。乖。吃吗？你接的好准啊！再来一块。哈士奇简直乖得不可思议，棍棒和训狗大法根本用不上。这世界就像是为我量身打造，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狗也是好狗。还真挺像狼。看来你血统不纯啊！你不拆家不乱叫，也不会撒手没，真好。我喜欢安静听话的乖狗狗。安静，听话，好。你有名字吗？名字。灭族来得突然，我还未参加起名仪式，已经没有长辈了。我给你起一个，你就叫白燕吧。白燕，白燕。谢主上赐名。太好了，我有狗了。这狗虽然是捡的，但跟我好投缘，洗干净后香香的，一点狗味都没有。它还知道不让骨头掉地上。
我甚是喜欢。你表情跟哈士奇范20一模一样，好呆，好好笑。哈士奇又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，少爷？灵山很远吗？属下立即再让人前去查看。派2个五行镜去。怎么，我的话不行了？不，只是为了这事就派出五行镜，会不会太小题大做？轮得到你来判断？不敢，属下这是怕城主大人知道了不好。哼，我是他亲儿子，用2个人怎么了？去，照做。是。多吃点，长肉。好饱。先养2天，等你胖点力气大了，跟我去山里打野兔。咱不能老是白吃白喝的。我不能白吃白喝，我得干活。张大娘一家每日上山，又是做饭又是打扫卫生，我一直很不好意思。不休息。不进屋？那你帮我看门，真乖。乡下的狗就是好啊，一点都不像城里的狗，娇气要睡床什么的。主上究竟是什么身份？魂魄特殊，能量惊人，大抵也是一位不得了的神尊吧。可为何在这偏远地方？我曾听说有些神尊神格不稳，需要转世修行，为了不迷失在世俗，会带着1、2样指示物。这香就很像指示物。主上的本尊是哪位神尊？成神多久了呢？苍狼一族世世代代侍奉神灵，本是8犬猎之首，可现在已经沦落到失去被选择的资格。苍狼一族已灭，我等同于没有强大的战力靠山。主上将来若跟人有纷争，别的神都能立即调动护灵背后家族，唯有我不行。等主上转世结束，知道了这些，还会要我吗？白燕，会关门吗？有点冷。乖狗狗，真聪明。1世的陪伴不够，就2世、3世，我要努力修炼，向老祖苍狼王看齐。等主上下一次转世，就立即找到这支香，保护主上，直至世俗的修行结束。就是这里，没错，在山顶。不是说有2个人来过？人呢？就是有去无回，少爷才让我们过来看看，把人抓到荣州去。哼，不过是个隐居的女子，我看那2人是被美色耽误了吧？我倒要看看有多美，手感如何？别被少爷知道了，要不拔了舌头再玩？你倒是主意多。前面那2人是不是玩得忘乎所以了？还是小心些，那2人怎么说也是武士，不到5行境都是废物，普通人哪能跟你我2人比？习武之人这么多，5行境万中挑一，对高手来说5行境只是入门。听说2少爷前不久招待了一位通明境高手。通明境啊，好遥远的境界。5行内观清新，通明，差太远了。就你说要拔舌头是吧？给我滚！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。白燕，我随便喊
喊了一声，没想到哈士奇这么乖，竟然真的给我开门，真乖，笑一个。这才对，终于像我记忆中的二哈了。虽然我不懂，但还是听话照做。就这样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，呼吸节奏都乱了。你不会翘尾巴？干嘛？去哪儿？你要上厕所？你猎的？昨天主上说了野兔，我晚上出去丢人就顺嘴咬来了2只，今天晚上再去猎别的，保证主上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吃。什么神仙狗啊！这下好了，不需要总是吃喝张大娘家的鸡鸭鹅，我的狗会打猎。我靠，银子！天上掉银子了！水缸难不成是聚宝盆？这日子过得也太好了吧！不管了，先收起来吧。不懂这个世界的物价，这些银两是多少钱？等张大娘来了问问，有种被富贵追着跑的幸福感。一晚上过去，狼变狗了，看上去不仅慈眉善目，怎么还有点傻呢？这是他打回来的兔子。亏我们还以为是野狼，想丢下山去。这些能买什么？果然是女仙，连银子怎么用都不知道。仙子一般不用银子，要被人抢去的，得先换成铜钱，拿着铜钱去买东西。不一定，上回那套汝窑邱大人就是用银子买的，可贵了。对对，是我忘了，仙子需要的东西必然要用银两。明白了，银子是超大额货币，普通人家根本用不到。多谢你们照顾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受了仙子恩惠，怎么能收钱？还这么多！拿着，不然以后不许上山了。谢谢仙子，谢谢仙子。野兔，你们也拿一只回去。万万使不得呀！这野兔是灵犬所猎，我们可不敢拿。唉，好吧。是，都听仙子的。今天不是还有条鱼吗？一条鱼加一只野兔，我跟白夜足够了。甚至吃不完。好，好。不行，那水脏，他洗了银子上的血。等等，还有别的水源吗？水缸是聚宝盆，万一明天又生银子呢？虽然迷信，可这是钱啊！我不信鬼神，但曾在财神殿长跪不起，现在给这水缸磕一个也是可以。五行相生，水生金，流水生财，没毛病。有，不远处有条小溪。仙子，这天路不能用是吗？东厨里有水桶，我这就去溪里打水。我听儿子说，这小院的风水布局不简单。现在仙子不让碰水缸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这不愧是灵犬，什么都懂。没想到哈士奇还会抢活干。白燕大人。仙子您是不知道，村里有个小李姑娘，命苦啊。怎么苦？小李还没开智就被卖给了老钱，老钱不把人当人看，又是打又是骂。小李几岁了？刚满18，都来岭山村10年了，比村里的流浪狗还瘦。家里活都是他一个人干，地也是他耕。老钱好吃懒做，不给他吃不给他穿，每年秋收拿了钱出去赌，输光了就让小李出去要饭。何止是要饭，还逼着小李去隔壁村卖啊！别在仙子面前说这些脏的。他还一直盯着村里未开智的女娃娃。说起这个，我想起来，前段时间老钱是不是还想骗蘑菇去他家来着？是不是人的东西？幸亏我就在屋里听看见了，不然呢？如此十恶不赦之人，该遭雷劈。村里哪个娃娃能5岁开智？何止是岭山村，怕是荣城再加上整个周边都是头一例。蘑菇的未来一定不平凡，我都想好了，待到秋收攒了钱，就带蘑菇去趟城里，不去荣城，直接去皇城，那里武士多，说不定有高手肯收他为徒。至于我和父母，就在村里好好侍奉仙子。哥哥，那里
以往父母在都会帮衬一下，但现在我一个男子过去不好，尤其是小李家的那位老钱要是知道了，更是将事情闹大，讨要好处什么的。那是李姨，蘑菇乖，去给李姨送块烙饼。给李姨送烙饼。自从蘑菇开智后，什么都是一教就会。给我的。不干活还敢吃东西？哎！呵，这饼倒是香。嘿嘿嘿嘿，这不是那谁家的女娃娃吗？老钱，我干活，你别碰那个孩子！你喊什么喊？闭嘴，臭娘们儿！老钱要是敢碰蘑菇一下，老钱把小李打死了，天杀的！俩孩子怎么傻了？今天老钱被雷劈死了，第一次看到人被雷劈，就发生在我眼前，劈得焦黑，实在太震惊了。爹爹娘亲，十恶不赦，该遭雷劈。老钱不在了，他无儿无女的，小李是老钱媳妇儿，地契理应由他码着。小李，快出来给仙子磕头！这事恐怕又跟仙子有联系。我虽然不懂怎么回事，但想到张大娘一家人都对我好，都跪下了。张大娘刚刚说什么仙子？老赵夫妻俩常往山上跑，带着鸡鸭鹅的，说要侍奉仙子。我记得山顶上是住着个女子，刚来岭山村不到半年，怎么变成仙子了？张大娘整日仙子仙子的喊，莫不是被人骗了吧？哪儿来的仙子？真要是仙子，怎么可能住在我们这穷苦之地？家里有贡品，理应去神庙献给灵东神尊啊！灵东神尊才是这片大地上的真神，保佑我们世世代代瑞雪兆丰田。我警告你们，少说仙子的闲话。仙子才是真正的神灵，而灵东神尊被世人供奉至今，百姓们天天在神庙里磕头，也从未显化过什么。这些话我不能说出去，冒犯神尊是比冒犯皇室更严重的大不敬。仙子不是骗子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村民不会信。我们一家是真实的受过恩惠，才会对女仙深信不疑。那女子的事暂且不提，先把小李家的丧事办好。小李，等丧事结束了，地契、房契这些我帮你一起办。这张大娘办事利索，脑子也清醒，也不知怎么，偏偏在山顶那女子的事上犯浑。地契是什么？地契就是这小孩怎么说话了？你怎么会说话呀？我会说话啊。我是在做梦吗？这孩子会说话呀？几岁？是我瞎了，还是我出现了幻觉？这女娃明显不到10岁啊！谁家的女娃娃？老赵家的，才5岁啊！这是开智了！我们岭山村的女娃娃5岁开智，岭山村出息了！是仙子让蘑菇开智的，仙子还给我们蘑菇赐名了呢。我大名叫赵宇君，羽翼的羽，将军的军，小名叫蘑菇，就是君子。是仙子姨姨起的名。仙子姨姨漂亮，是世上最美的人。谁都想自家孩子早点开智，山顶的女子竟有如此能耐，还真是仙子啊！仙子身边可是有灵犬的，刚刚还不信，现在开始装模作样，
小溪还没上山，就被灵犬丢到山崖下去。大伙儿可还记得上回那群武士？为首的邱大人对仙子毕恭毕敬，说仙子是武学宗师呢。啊！天哪，那可是武士啊！我透过门缝偷偷看了一眼，那群武士可不得了。仙子是什么境界？武学宗师是个境界吗？这个冒犯。对，不能问。仙子的境界怎么能被我等知晓？仙子的事儿咱不能多问，她能住在岭山村，已经是我们的大福气了。对，回头等丧事结束，去了晦气，再派个代表上山，给仙子送点贡品，一定要让仙子保佑我们岭山村风调雨顺呐！能不能求仙子让我娘的病早些好？我想求我儿开智，她都10岁了。要我说，直接给仙子立生祠，就建山腰上如何？就这么办，让大伙儿有个地方朝拜，这样既不会叨扰到仙子清修，也能让我们岭山村的村民们安心。每家每户出点钱，村里给建。太好了，我们本就想攒了钱给仙子建生祠，这可要不少钱，没成想村里给建，生祠很快就能动工了。严少爷，可是唱得不好，换一支曲子如何？倒不是不好，就是少了些什么。我让你去抓的人呢？少爷，没回音啊！五行镜都没回来。岭山村前后去了2拨人，最终都了无音讯，连2名五行镜有去无回。这事有些诡异，总不能是那山顶女子美到人见了就走不动道吧？家中还有事，你家那生意改日再聊。徐家想在荣城做生意，只能夹着尾巴讨好，谁让这荣城姓严呢？严少爷让五行镜去抓什么人？好像是岭山村的吧？嘿，刚刚严少爷不是还让人换白衣服来着？怕是看上了什么女子。岭山村那种穷乡僻壤之地，能有什么美人？诸位，来，满饮此杯。这才想起来，远在皇城的大哥来了封信，父亲前几日就启程了。父亲不在，整个荣城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来人，我爹的卫队里请2名内官镜过来，五行镜可以调动，但内官镜要请，这事可大可小，看给多钱罢了。作为2少爷，荣城未来的城主，办点私事有何不可？只是个岭山小村落，区一介女子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大能耐。白燕越来越像狗了，就是从来不叫。没手机没电脑的，不能网购也没外卖，还没小说看。而且我实在不想再穿白衣服，太丧了。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多，但从以前看小说的经验来看，去大城市总是会遇到事。作为一介社恐，首先钱要带够，上回那1袋子的银两，也不知道具体能买什么。我想买新衣服，还想吃火锅。老爷，就是这儿了。像是有什么野兽张开了大嘴，随时等待着一口吞下。不进村，我们在这儿等着。是。不知怎么，总觉得那座山透露着阴森的意味。2名内官镜还没下山。未曾。回荣城。老爷，天亮了，咱不上山看看？不可心急，我徐家生意能做大，除了懂得讨好人心，还靠着一颗对之事物的敬畏之心。白燕她还贴心的按毛放了血，等着张大娘来了，方便直接烧。好狗！干嘛？你想洗澡？不得了，聚宝盆生金子了，好多金锭啊！金子都1克价值大几百，更别说在这动荡的时代。就是不大，一个金锭
大概15克不到，那也是一笔横财啊！一夜翻身成富婆，进城必须进，消费去！也不知道进一趟城来回要多久，现在都中午了，来得及不？仙子心情尤其的好，还是不要说村里死人的事，死的还是老钱，晦气。我记得有辆马车，大好人秋月搞来的，就在我家后院里拴着呢，每日都有喂草。仙子这是要出门，离岭山村最近的城市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。荣城，往北走30里就是了。估算了一下，中午出发，30里路坐马车，算不出来。先不说那马车的行驶速度，我能接受的颠簸程度也不了解，快慢都是未知。大不了在荣城找个客栈过夜。姐现在有的是钱。仙子何时出发？今日启程，怕是晚上赶不回来，干脆在荣城住一晚，吃了饭，下午慢慢过去。就这么定。还得是张大妈，真靠谱。那我快些做饭。就是荣城，您去过不？让老赵和铁柱跟着，给您当车夫。陌生时代的我，揣着金银独自进城，简直是找死。有赵家父子俩陪同就安全多了。不行，不方便带你。白燕虽然长着一张哈士奇的脸，却有着大狼狗的体型，带她进城容易惹麻烦。而且那双眼睛也太蓝了，我怕有人抢我狗。我只是想消费，不想招惹任何麻烦。不行就是不行。放心吧，白燕大人，有那爷俩跟着，出不了事儿。乖，你留下来看家护院，不能让陌生人进来，听到没？什么意思？让我带着这支香出门？有道理，这香是原主的，永久烧不见就很奇特。这要放在哪儿呢？当发簪他可以理解，但哪有人竖着插的？冲天香啊！仙子不愧是仙子，特立独行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要回去将那马车的2匹马喂一喂，免得走到一半不拉车了。白燕，吃饭了。感觉也没什么东西要带，原主真跟修仙似的，物欲极低。衣服总共2件，都是奔桑白，面纱有。看来原主知道这张脸容易惹麻烦，社恐第一次进城，连个乔装打扮的条件都没有，反正能遮住这张脸就行。差点忘了，下山的时间伶牙，没有护栏，还窄，掉下去不得粉身碎骨，还会被全村人围观，恐高人是要晕厥了。这不行，尤其是晚上更不行，黑漆漆的很容易一脚踩空。原主选择住这里真的有大病。张大娘提议在荣州住一晚很对，谁能想到光是下山我就走了2小时，我的腿快废了。该说点什么让气氛不这么尴尬呢？铁柱，扶仙子一把呀！我以前在城里时见过，少爷小姐们都这样上马车。你回家吧，明天记得下山来接我。要是没有白燕，我都不敢走那石阶。主上的本尊是哪位神灵？言辞间竟有如此大威力。好在我用神识标记了那支香，主上丢不了。周边所有山村都归荣城管辖，岭山村算是穷苦之地。我这种小老百姓、小村民，无野心没志向，一辈子都接触不到什么城主。哇塞，好热闹，这么多人。土了吧唧。哼，张大娘的厨艺是好，但城里小吃多呀，那琳琅满目的美食早就把我馋得口水直流。果然，这个世界纺织业发达，衣服种类丰富，竟然还有什么和修行材料。帮我做来10件不同颜色的衣服，明日来取。这一通下来，竟然花了1金锭。大城市物价就是贵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在岭山天天下雨，
特别是晚上。怎么连荣城也下雨？出来玩不省钱。内关剑都失踪了，还是2个，那岭山村究竟怎么回事？闹鬼不成？废物！魏军随我去岭山！万万不可，二少爷，城主特地交代过，荣城周边洪涝批次作乱，魏军要留下守城。说不定作乱的妖兽就是在岭山，我替百姓着想，率领魏军去围剿妖兽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当天夜里就出发。妖兽，女妖，不过是个小小的岭山，竟然失踪了这么多武士。我倒要亲自去山顶看看，那女子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。妈的，给我把这个村子屠了！什么岭山村，我让这世上再无岭方山！姬爵兄，你醒了，出去玩吗？尊上，凡人世界好玩吗？我也想去。蠢牛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你真身太大，比凡人的房子还大，一脚踩进城里，路都能被你踩踏了。这说明我强壮。你话行，不然遭人嫌弃。我这么壮实高大，为什么要嫌弃？你俩随我去一趟。快来看呐，这是昨晚上城外河里打捞上的妖兽，没有尾巴，长相怪异，头发白，皮肤有鳞片，洪涝与它有关。水妖！不要！要施法！仙子，快走啊！这是妖兽，这妖兽还会说话。没事，你捞上来的。是我昨晚上撒的网，今早一捞就捞了个妖兽上来。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我本来想送到城主府换银两，但眼下城主不在，二少爷也不在，卖给我如何？什么鬼？亏我还真以为这世界有妖兽很危险，结果就这不是白化病吧？哦，还有皮肤病、银屑病，却被人说成是鳞片。你有名字吗？我给你起名，你叫全月。我买了你，以后你就是我家的杂役了，听到没？张大娘干活累，买个漂亮杂役回去打扫卫生。说话。知道，全月。哎，姬爵兄，他用着你的分身，头发上插着永燃香，到处乱跑，现在还当街买了个鲛人当杂役，你不管管？看脑子还是看什么？皮肤病，皮肤一晒就红，还掉皮射的药膏有没有？拙病，你是武士，先搭脉。我有病吗？懒病。牛逼，连懒都能卖出来，到底有没有药？要买高阶修炼药材，我这儿怎么可能有？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阁下请留步。徐爷，在下徐成根，是这徐仁堂的老板，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头发上的香燃烧无变化，来头不小，结个善缘。萧冉书，萧女侠可是要给那白发少年治病？徐家世代医馆，知白发红瞳不是妖兽。对，萧女侠所求，在下恰好有，愿将这药膏相赠。多谢。客气。萧女侠是哪里人？我家住岭山山顶。什么？还是好人多。岭山神秘，严二少爷率荣城卫军出城了。徐老板仁心仁术，未来必将富甲天下。徐仁堂济世救人，堂中大夫妙手神医，定会举世闻名。承您吉言。搞毛，他到底在怕什么？2楼强大气息让我烫的灵魂都要烧尽。主人，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感到凉意。我的手滋养上。你是男的女的？算了，不重要，自己擦药。我再去买点东西。买个铜锅回山顶吃火锅，药有了。医馆老板是好人，不认识啊？他们在笑什么？难道原主认识？在下赤显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叫萧冉书。萧冉书，好名字。方才听到萧姑娘的一番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不知可否为我解答？哪句？为什么她是男是女不重要？万一她是个无性别的怪物呢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世上本就没有特定的性别，反正不影响给我干活。你的想法好特别，谢谢夸奖。鸭嘴鱼还有25种性别呢。对了，萧姑娘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笑的神话故事，你要不要听？听。有个很厉害的神灵，他转世修行，结果转了9世都在当女人。然后呢？哎，你怎么不笑？男人转世当女子不好笑吗？很正常啊。哪里正常？灵魂没有性别，只分阴阳。
那千年的桎梏松动了。救命！我要被烫死了！本就身受重伤，感觉我快死了。姬绝修的第9式肉身，由他来用更合适。萧姑娘，那个神话故事还没说完。后来呢？那位神灵转世成为凡人，当了女将军、女谋士、女杀手，过了8世精彩绝伦的人生。你说，成为女子的她，魂魄是阴还是阳？雌雄同体，既有女子的柔和，也有男人的阳刚，她是个很厉害的人。多谢解惑啊！以前我总是不懂什么是物极必反，现在听姑娘一席话，豁然开朗。万物阴阳两极，调和为上。哦。喂，不送人礼物？那这玩意儿可以存放你头上的香，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某人的见面礼。谢谢，你好像懂得很多。我也有一个问题不解。我必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妖兽是什么？妖是妖，兽是兽。神话故事里，异兽成精，而妖需修炼化形，大妖者成圣，圣者往上便是神。这是你妹妹，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刺巫，不过不是我妹妹，是我死对头。要死啊！一天拼使不完的牛劲儿，萧姑娘就此告别啊！有缘再见。真好看的手。毛病，到底在怕什么？老赵，回村。好看。好东西，好看又能把玩，这个世界的人真好，说几句话就送礼物，以后要多说话，不能那么社恐。奇怪，一出城就不抖了。涂药，病好了得干活，听到没？堵车了。前方是个神庙，好多人在排队参拜。神庙。灵东神尊又不是财神爷，我才不拜。天，这帮中介怎么出来了？没出来，又回去了。无风降临，发生什么？能召唤中介无风的人，只有神阳神尊、战神姬绝修吗？这才过去几百年，我倒是听说他前不久去了一趟雀族，当真出关了。灵东神尊派我等前来询问，战神是否出关。不过是个新神，年纪还没我大，摆什么谱？灵东神尊给他面子，他倒是谁的面子都不给。话说他的灵座齐了吗？都是哪些人？谁知道，只听说收了个丹姬。这些门丁怎么越看越像眼球？等等，是眼珠！天，横瞳，邪魔之眼！快闭眼！没事吧？还好吗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神风和病荒的脾气不好，请二位见谅。我们在幻境里待了多久？一息。死了无数次，只过去一息。敢问阁下是？我是战神麾下第2灵座，青谷。青谷灵座的宠物很漂亮。这2位想必也是灵座吧？座4斜阳宁风，座5栽株病荒。斜阳栽株，竟然找了2个魔族当灵座。死不了。那不是宠物，是美杜莎。我刚想起来，仙马族的圣女好像就是叫青谷。今天要是不回来，我们还等吗？等到天黑吧。白燕大人真是灵犬吗？废话，当然是灵犬。不，它不像狗，像狼啊！哪有狗尾巴垂这么低的？还不吐舌头，非常严肃。白燕，好狗。什么情况？发生了什么？女仙归山，我等朝圣。都起来吧。这是主人给我买的衣服。主人，我害怕。
从大路东南撞到极北，你还缩地成寸的加速撞，有完没完？改改你的牛皮吧！让聂风来一趟。等我喘口气再去传话。你怎么把无风的剑鞘送给萧冉叔了？那是你本命神物啊！还有那支香是由6大灵物制成，凤雀羽冠、仙马尾须、玄石黑鳞、邪魔之眼、灾厄之牙，以及我的青牛圣角。再想要得，等万年之后了。对，世间唯一的永然香也送人了。我转世已结束物在他那儿，说不定有奇效。那无风怎么办？重剑无须鞘。这些都是村民送上来的。原主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原主不会救过全村人的命吧？所以，我到底穿到了什么人身上？呀，白燕是不是没人喂饭？全月，去把狗盆洗了，再去东厨找点吃的喂白燕。主人，要我洗狗盆？你不洗，难道我洗？你是小李，不用给我送吃的，我有。女仙嫌弃贡品吗？你自己多吃点。我喜欢你的花，好好生活，你会长命百岁，成为富婆。这是天道祝福，主人到底是谁？严城主，请随我来。妻儿，你身上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受了点刑。你可是驸马身边的红人，谁能对你动私刑？公主，云阳公主，公主派人暗杀驸马，但失败了。公主为什么要杀驸马？这事现在没闹开，但皇上已经知道了。那驸马，你没事，驸马目前只是受伤，无生命大碍。皇上知晓后将公主禁了足，那就好，驸马没事就好。但皇上怎么会禁公主的足？皇家的事，谁说得清？这事与我前来皇城有关没有？有，驸马需要荣城的支持。云阳公主武学天赋高，与外域大宗门联系密切，皇上想借驸马之势敲打。严家靠着驸马上位，荣城有现在的发展，都是借了驸马的事。若驸马出什么事，我们也讨不到好。好在公主与驸马之争有皇上的手笔，公主就是野心太大了，翅膀还没硬就想跟皇帝夺权。嘘，这事圣上意向明显，我们跟着驸马办事准没错。父亲知道就好，我带你去见驸马。魏军人数少了大半，泽儿失踪，怎么回事？据说村民还要给那女子建生祠，凑了钱即将动工。还立生祠，要不要将岭山村民都抓了一一排查？动点脑子，不能大张旗鼓。一是继续私下调查寻找我儿，二是安排今年增税2倍。荣城要招兵买马，哪都要花钱，顺带逼一逼岭山村。下去办。主人，白燕咬我。全月，你会捞鱼吗？会，我很懂。那种没有刺的鱼你认知不？会捕吗？非常会。山里有个水潭，你去捞2条没有刺的鱼上来，要大的。好。难得张大娘不开张，我要展示糟糕厨艺了。蘸料必须有，芥末多来点。你怎么能天天摘到与众不同的花，讨得仙子欢心？原来是跑到这里来摘。一个寡妇跟我装什么贞洁？我现在就把你丢下去喂村里老白家那条狗。我最讨厌2样，姓白的家伙和狗。仙童莫要误会，这小李欠我家铜钱，我只是教训他一下。别脏了我家主人的眼。是，我带下山去处理。别吵到我家主人清静。这货抓2条鱼，怎么还能在外面杀人？一股煞气。白燕，把鱼拿进来。我一天要被这臭狗抽多少下？主人，我不像某些狗吃东西流口水。主人，白燕凶我。别整天茶言茶语的，快吃吧你。主人亲自给我夹菜。主人，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哦，芥末放多了。有给鲛人吃芥末的吗？接着，哭盆里，回头卖钱。啊！
别吵，我在思考。你这小棒精，没想到还真是妖兽啊！你是河蚌还是海蚌？哦，河蚌，你是河里捞上来的，好不容易修炼化为人形，却因实力不足惨遭社会毒打，被渔夫捞了上来，差点被晒成鱼干。这世上还真有妖兽，但却出乎意料的弱。他说的没错，好不容易修炼化形，实力不足，干不过海皇，惨遭毒打，从海域打到上岸，差点被神尊烫死。但我不是小棒精，明明没有吃芥末，可为什么这么想哭？好啦，是我没搞清楚，把你当人了。原来你跟白燕一样，竟然都是小动物。我说你俩怎么成天斗来斗去的？你愿意跟我回水里吗？他的能量太强，带上他没有任何海妖能战胜我。回你个大头鬼！不管你之前是什么，既然化作人形，就好好当人。你现在是我家的杂役，你得给我好好干活。去把碗洗了。哦，洗碗收拾家里，每天做的事，像凡人一样当杂役。蠢牛，来吃地瓜了。我的呢？你不是要给季绝修布阵吗？不要吃东西，容易分心。我布完了，现在是守阵。再说了，这地方鸟不拉屎的灵气还稀薄，能有谁来？安全的很。给我吃。你怎么比病荒还能吃？我没有病荒姐姐能吃，我不吃人。对了，人好吃吗？换个话题。守阵无聊，咱3个打牌吧。我从凡人城市里偷学来的玩法，特别有意思。我不玩，我还要吃烤地瓜。小孩子不要吃太多零食。我不小，你才小，有本事你把本体露出来跟我比。我劝你不要人身攻击。你俩给我闭嘴，吵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小杂鱼，这条狗会说话，也是妖，竟敢妄想不该想的事。一条狗教训起了鲛人，怎么？我带它去海域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哼，去海域，你心里想的恐怕不止这些吧？对，我想与他契约。海妖跟人不可能，你找死吗？天地间生灵平等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这不是很正常？那你为何化回人形？大妖成神之路必将经历修炼人身，用人的视角去看透天地人3界的极限。原来你也知道人的视角才是中正之道，人身才是这天地间最接近道的存在。而你一条杂鱼，竟敢起贪念！人就是人，妖就是妖，人正道为神，妖修炼成神，最终都是想要那一尊神位。我与他契约有何不可？你能成就他什么？这件事至始至终获得好处的只有你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你一条狗连化形都做不到，自然不懂人类的感情。还在狡辩？你不过是贪图那股浩瀚的能量。你敢露出本体吗？你现在是男是女，恐怕根本答不上来吧。主上救你，依你，收留你，你却不懂感恩，还妄想得到更多，贪得无厌，以下犯上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有这等威风，本体却甘愿躲深山，你不也是贪图他的精纯能量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苍狼一族世代忠义，不容尔等质疑。苍狼一族不是已经消失了吗？滚回你的水里，杂鱼！死了，废物！管你是狼还是狗，今日我必杀你！管你是狼还是狗，今日我必杀你！以鲛人之血，云水翻江；以海妖之名，以海平山。羽化龙，就凭你也想跟我斗，让你苍狼一族死了的王来吧！苍狼王不在，我就是王。大半夜的又打雷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是谁在渡劫？仙子吗？仙子渡劫飞升了。不像，我怎么看像是仙子发怒了？今天村里有个小子上山宗了没下来，是不是仙子的警告？就是啊，女仙震怒了，求女仙息怒啊！
仙子听到了我们的心声，饶恕了我们。真的吗？仙子还会下惩罚吗？你们快看，岭山后面的那片山峦都没了。就是啊，群山环绕，只有境界的习武之人才敢走，现在被夷为平地。不管仙子如何震怒，现在都平息了，以后切记不能再惹仙子生气。快去把张大娘一家喊回来吧，以后都别去神庙朝拜了。魏军戒备，立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。1对2，王炸，不要，要不起，一个3，又是你赢，说出你的惩罚。不要再让我露本体了。不，继续本体示人。看你这么小而我这么大，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我不想活了。雪崩了！不是雪崩，有2只大妖打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靠，哪来的2个大妖？这什么鬼战斗力？也太恐怖了吧！春牛，牛，快用体型撞死他们！羊呢？斜阳布阵啊！再打下去，雪山都快塌了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拉架的容易被打死。我一个脆皮我不去。那怎么办？我也是脆皮啊！我们都是脆皮，还是把尊上喊醒吧。他又不是闭什么大关，可以中途出来处理一下。我看用不着喊，阵法已经被他俩打没了。那只小狼，这苍狼痊愈后战力强成这样，随手就能把你嘎了，还小狼打得好凶，这2妖是有世仇吗？苍狼遗孤和海妖彩椒，单纯生性残暴吧？吓死人了！尊上生气了吧？扔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那位表情不怎么好。大妖对我们来说战力强盛，在他看来就是蝼蚁挑衅，啥玩意儿都舞到他闭关的地方了，肯定生气。是不是扔到魔域去了？我还没去过魔域呢。小孩子好奇心不要那么重，魔域很危险的。毛线，神域才危险，魔域顶多吃吃人而已。好一个顶多！念风，重新布阵，去把另外3个也喊过来，加固枫叶。哦，好。明明上一秒还在极北，为什么忽然回到茅草？好像有人围观，出现一双手，下一秒就回来了。又遇到那位神尊，神尊意思很明显，让我守护萧冉书生生世世，差点再被烫成鱼干。又是那位与荣成同一人，对方强大到不可战胜，但没杀我。第2次了，还好濒死之际回来，宅院有主人气息环绕，缸内天泽滋养。辣子鸡、小炒肉、水煮鱼，今天吃川菜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仙子，神庙没遇到武士高手，只有神仆依旧想扎蘑菇的血，蘑菇早就开智了，吓得哇哇大哭。什么神仆？我看是吸人血的邪徒。好家伙，今天的菜也太丰盛了吧！狗狗，棒棒，你去泥里打滚啦！哈士奇开始皮了是吧？棒棒棒！叫我？废话，除了你还有谁是棒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有血？昨天我往白岩身上哪里捅来着？谁打的？去拿药箱。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了，听到没？你看你这儿秃的，丑死了。你也有伤，去上药。不用，我自己恢复。还好只有血，谁的血啊？跟你一起糊了一身，又臭又脏的。我的血差点被破肚。全月，你给白岩洗个澡。凭什么要我给狗洗澡？全月，白岩是跟谁打的架？我。给我跪下！我看你俩都反了，从拌嘴上升到动手，宅斗有你俩这么斗的吗？怎么不上天呢？上过天了，还不服？你俩是不是不服？萧氏家规第1条，禁止内斗；萧氏家规第2条，不许反抗主人的话。好，现在全月去给白燕洗澡。我说洗澡。小棒精遇水熟练，以后哈士奇都让他洗。
你当我想给你洗？主人的话我能反抗，你怎么不反抗呢？把你的手拿开！我好心好意帮你顺毛，你碰哪儿呢？找死！你不化形，我又不是狗，哪知道哪儿是哪儿？我泡完了，你用御水术把我毛里的水吸走，你倒是会使唤人。大海妖成了打扫卫生的杂役，你是有出息的。八犬猎之首的苍狼当了条看门狗，你也是有理想。主上是什么来路？我有过猜测，他的本尊应当来自冰墙之上，天门之内是神域的神灵，逻辑不通。如果他的本尊才是神灵，为何现在这具身躯就如此强盛，甚至有天道祝福的能力？我不知，你是苍狼，苍狼一族不也是生活在冰墙之上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还未成长，只能踏出族地，家族就覆灭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主上没有本尊？这就是他的本尊。如果主人没有其他本尊，未来必将在神域有一席之地，那我岂不就是他坐下第一灵座？哼，怎么，你还想跟我打一场分个强弱？第一灵座非我莫属。我们只是在假设主人未成神，如果他还有本尊在神域，身边6灵座必然已齐，还有你我什么事？你心够狠的啊！我说过，做一之位我要定了。结盟如何？待主上杀回神域，你我2人联手宰了那帮护灵。至于谁是座一，日后找个地方再打一场。去魔域打。好，就魔域。冰墙的那人是谁？神灵啊，这么明显。怎么又是神？天门被冰墙堵住，灵气稀薄，内外域怎么还有2个神？我不知。当时还有3个吵吵闹闹的家伙，都是谁？灵座有你认识的吗？我不知。你又不知，你能知道什么？白在冰墙上生活那么久。我是曾生活在冰墙上，朵清大部分神姓氏有所耳闻，但有一位新神，灵座是否已齐以及都是谁，知道的人不多。谁？无极天战神姬绝修。战神？战神尊号为神阳神尊，是无极天神阳殿之主。自从姬绝修神后，无极天就好似天阳，几千年来热浪滚滚，阳火不灭。那应该就是了。主人，白燕凶我。行了，别告状了。白燕伤还没好，你让着他点儿。皇上，推演出来了。如何？臣推演天象查阅古籍，是来自天地的警示。什么警示？说！重大的毁灭。何种程度的毁灭？地域范围？是指整个天下。封锁消息，今日之事，但凡传出去1个字，你们9族上下就别想活了！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，顺着异象出现的方向查他个水落石出。还有，是推演结果有2，一是毁灭之象，2是基因之象。基因有什么说法？基因为女盛男衰呀！放肆！反了！真是反了！这片土地曾出过多个女中豪杰，500年前开国女将，400年前造反女谋，300年前女杀手，但200年前改朝换代为滕后，皇室一直压这股风潮。神秘的原主，开智的二哈，乱入的棒精，这不玄幻小说吗？原主再牛逼也跟我没关系，又没有皇位继承。话说坐于后宫美男3000是什么感觉？主人，我的命也是命啊！大海妖都快七窍流血了。行行，不吹就不吹。唉，查到没有？查出异象源头在东南，已经派人快马加鞭前去了。还没查到。皇上，路途相隔千里，调查也需要时间。什么基因毁灭之象，我看都是笑话。大唐疆土辽阔，兵强马壮，国泰民安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云阳呢？捉回来没有？皇上放心，飞骑军已经在北境守着了。天赋异禀，武学奇才，朕最后悔的事就是同意他北上拜师，都学了些什么东西？是，公主就是太不懂事了。岭山那片山脉被夷为平地，岭山12村申请河村并镇，一夜之间变成平原。千真万确，那天降异象，怕是大能者渡劫，天雷将山脉劈没了。还有这种事？飞骑军主帅朱策，前方就是边境了，请公主即刻回头。将军，我并非想离开滕国，我的母妃病重，急需一颗鲛人泪，但在宗门我师父那儿有，我需要。请公主即刻回头，回宫。朱策将军，我钦佩你常年驻守大滕边疆，也敬重你为我大滕忠心效劳，但
但今日你要拦我，那便先问问我的剑同不同意。公主，我可是通明镜。谁不是通明镜？本宫说了，要救母妃。公主，你我都是通明镜，或许你能在此将我斩于马上，但请问，公主屠得尽飞骑军千军万马吗？云阳公主，接旨。公主可是要对皇权不敬，对圣上不孝。不敢。臣接旨。剥夺公主称号，禁止探望母妃，回皇城，禁足于公主府。头儿，我们跑错地方了！不能吧？岭山村往北30里是荣城，上回不是走过这条路？但是山呢？这里不是山脉吗？都去他妈哪儿了？上次在山顶被高手教训，这次办了事赶回岭山村想拜访，特么的山呢？山没了，村民也颠了。上回村民都躲屋里不敢出来。你们也是来朝拜圣山仙子的吗？圣山之岭啊，仙子就住那上面，生祠还没建好，要朝拜就先在山脚下拜。但要是上山，千万不能叨扰冒犯，否则有去无回啊！村民说仙子喜静，不敢带兄弟独自前往。这石阶陡峭不好走，对常人尚是身体疲惫，对我却是巨大心理压力，仿佛挑战极限。难怪村民称之为圣山。女仙一怒平山定远，不仅是武学宗师，极有可能是南下云游的修士大能。初次来暴雨如注，我踹开木门；二次前来，觉得木门奇重无比，非凡人能踏足。这人在门口磨叽半天不敲门，难道是犬妖化形？见过灵犬白燕大人。你才是狗，你全家是狗！全月，谁在外面？那才是灵犬，要死了！刚来就得罪2名大将。参见萧圣手。原来如此，这武士长得凶神恶煞，却心地善良，搞了半天是原主下属。当初关门离去，不是好说话，而是得令。圣手是什么？原主到底是干嘛的？听说你颇为照拂村中张大娘一家。鄙人愚钝，叨扰了您清修。好在张大娘一番警示，我着急办事来不及解释，离开时留下些银两。清修什么警示？张大娘还有隐藏身份，想不通，先放着。做得好，起来吧。谢圣手。事办得如何？都办妥了，办完立即往回赶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喂，原主让下属办事，作为上司应当嘉奖。白燕，将我那盒子拿来。这武士不缺银两，全月是妖，珍珠更值钱。这橙色光泽度，莫非是传说中的鲛人类？你懂我的意思，别管什么意思，先意思意思，以后好好办事。你现在什么实力？还不知道下属有多能打。鄙人现在是通明境大成，我距离无为境只有1步之遥，最后一步很快能突破。不愧是大能者，一出手就是瑰宝。我要带兄弟们在村里住下，替仙子镇守岭山。通明境破，无为境成，最后一步很快能突破。鄙人秋月，愿追随圣手生生世世，为圣手效犬马之劳。城主找到了，我儿找到了，他在哪儿？在岭山后崖底，山石之下，可还活着？崖底压着的不止2少爷，还有大量荣城卫军，尸山尸海，全部死于崖底，与那岭山顶的女子脱不开关系。去，荣城征兵增瘁，让他们把家底掏出来，杀！但凡与他有牵扯之人，都杀！住手！阁下是谁？秋月。什么境界？哼，鄙人不才，无为境。荒谬！邱某在此，我看谁敢！敢问阁下，当真是无为境？哼，经高人指点，我昨日便突破至无为境。仙子还能指点无为境强者？你可认识严中泽？认识，不熟。严中泽可曾调查过岭山？确实多次派人调查，2少爷失踪了。自不量力，赶着找死！仙子，那邱大人好厉害，有多厉害？昨日来了好多魏军，邱大人跟他们打，你一刀我一剑的，谁赢了？邱大人赢了，魏军几百人打不过他们10几个。仙子，
邱大人打了魏军，城主会不会以为我们村要反？魏军搜刮杂家，邱大人帮忙阻拦，城主再派人来，可怎么办？他10年前就屠过村，他怎么不去死？仙子一声令下，我就随您冲！不，等等，反谁？冲什么？我要动身亲自去灵山一趟。全月过来，我有事问你。在秋月面前不好多问，怕暴露。全月是买来的，对原主一无所知，问他正好。你修炼到化形花了不少时间吧？全月，修行的境界分为哪几个？分为7个境界：问界、识灵、冲明、通幽、无上、道空、神元。为什么没有通明和无为？妖和人同等吗？不同等，人为中正之道，最接近大道。妖想修炼至巅峰，必须化形为人，入世经历红尘世俗。妖兽修炼这么辛苦，化形后要以人身重新开始，小可怜。别人都通明无为了，他却刚刚化形。皇上，接到了青城将军府送往公主府的飞鹰传书。夏云阳不惜抗旨，让母族调查这些干什么？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！如此惊慌，成何体统？西令来报，黑羽军动了。当真？西令10连急报，飞鹰传书和快马加鞭同时来报，黑羽军动了呀！皇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方向、目的地未有消息。黑羽军为500年前开国女将创办，不属于任何国家。一甲子一动，主帅神秘强大。传言黑羽出，诸侯灭，江山亡。在下秋月，求见云阳公主。什么乞丐也敢闯公主府？滚开！自己太邋遢。驸马，参见驸马，在下秋月，求见云阳公主。玉牌倒是真的，砸了。想见公主，下辈子吧。滚开，挡路狗！云阳公主为何又被禁足？这都是第几次了？公主府皇宫不是说最得宠的吗？我倒是听说公主有异心呐。嘘，不要命了。公主，你这不是当初那个武士吗？咋进来的？公主怎么会被禁足？说来话长，倒是秋霞是你。已突破至无为境，30出头为境，公主才18岁，更厉害。秋霞与武学造诣，怕是腾国天花板了吧？不敢，萧圣手才是天花板。萧圣手，莫非是上回你说的萧冉书？经过萧圣手指点，我当天就从通明突破至无为。公主岭山12村情况就是这样。霞氏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别说帮忙，自身难保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还有那驸马为何对公主不敬，连玉牌都敢砸？母妃病重，我不过是想回宗门问师父讨要一颗鲛人泪，父皇却当我要找兄弟来夺他江山。我从未想过反抗皇权，父皇却步步紧逼。鲛人泪，霞氏，你行走江湖是否是义士？我是杀手刺客，做重金买命的事。听闻江湖义士收钱办事，霞氏可否替我办一件事？事成后重金酬谢。公主先说是什么事？秋霞氏可否替我跑一趟外域？如果只是鲛人泪，在下正好有。这是萧圣手所赐。我有一个要求，我用这鲛珠换公主在青城将军府的庇护，护岭山12村无忧。好，霞氏可有胆量夜闯皇宫？明白，我现在就替公主将这颗鲛珠送去给丁妃。秋霞氏送完后再来一趟，我给外祖父写信。主人，喝酒不要耍棍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放回去再出来喝。上回吓唬你俩，怎么见到竹笛还应激了？主人，别喝了，你酒量好差。我想作诗。主人说上句，作诗总比吹笛好。白燕，过来，给老娘亲一口。我的乖狗狗，么么么！我全天下最漂亮的白燕，最帅的哈士奇。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。我在左边是天才，我站中间，我是天子。好一个萧冉书！这不是夏元阳在查的人吗？怎么还与异象有关？圣字他也敢用，真是反了天了！这几天的发生的事都与他有关联。皇上息怒啊！示意驸马今晚就动手。
奴才这就去。杀了萧冉书。皇上，皇上，说天象，天象，天象不是推演过了吗？新天象。什么天象？改。说改什么？国姓。是谁？什么武？到底是什么？邱大人，你好帅啊！先别管帅不帅，侠士能否帮我杀个人？要不是我，公主用护体保护我，公主也不会这样。杀驸马，成，2条命了，重金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撞我马车？侠士不用担心，我会亲自前去青城见外祖父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先拜访一下那位萧女郎。公主是藤国武学奇才，外域大宗门弟子，有资格见仙子。张大娘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大老爷死了！哪个大老爷？清汤的还是红烧的？荣城城主严老爷死了！啊！卫兵跑散，小妾亲戚争家产，没人管粮税了。这就是移山之地。如此力量闻所未闻，颠覆认知。我相信秋月所说，萧冉书肯定是外域更强宗门的大能者。萧真人有什么喜恶？喜静要敲门，你留在此处等候。全月大人，只能进一个。极高修为，回去做的习以为常。主人，秋月带来的人。这女子一会儿斗鸡眼，一会儿斜眼，比白燕还搞笑。夏云阳见过萧真人，你会下棋吗？这是秋月带来的人，喊我真人，应该是原主另一位下属，略懂。会下五子棋吗？啊，五子连成一线就赢，很简单。萧真人，在下有一家事不解，真人可否为我解惑？八卦，总算有新鲜事，说说看。真人会回忆以前的经历吗？日升月落，春去秋来，目之所及皆是过往。真人，山脉是如何变成平原的？怎么从追忆过往问到了地壳运动？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，不足为奇。斗转星移的能力，在萧真人看来不足为奇。云阳受教，你受什么教了又？云阳告辞。聊完了，多谢侠士引荐，萧真人的修行造诣让我受益匪浅。圣手与公主聊得投缘吗？刚刚那个女子是公主？原主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公主给原主下跪？原主到底是干嘛的？公主母妃病重，缺一颗鲛珠入药，我已将圣手您给我的那颗赠与公主。原来珍珠叫鲛珠，这不会就是原主交给秋月的任务吧？好险，幸亏买了全月这个棒晶，阴差阳错有惊无险。原主，要不你还是回来吧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圣手，你做得很好。白燕，去把我那盒子拿来。公主，事已成。逃出匆忙，待我见到外祖父，定会重谢。公主需要护卫吗？去青城一路又要麻烦侠士了。不麻烦，公主记得重金。请侠士不要再喊我公主了，世间再无云阳公主，只有夏云阳。夏女侠，云阳公主。打扫干净，但凡有一丁点血气，拿你试问。这位全月大人究竟是谁？我只知道他是萧胜私家的杂役。杂役？糟了，小翠，你速去，我来打扫。
主人，你为什么要把珠子给秋月？上次1颗，这次给了2颗。我长这么大没掉过几次眼泪，彩色鲛人泪稀有，凭什么送给人？苍狼犬齿也值钱，怎么不拔白燕的？要不你再挤2滴出来补齐，去把酒拿来。原主，你死没死？你没死就来人身，死了就显鬼形。不管你死没死，你现在就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原主是谁？跟主上什么关系？主上连鬼都不放过。原主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一声不响就走了，留下一无所知的我。你说你连公主都能收服，为什么偏偏饿死了？你死得真离谱啊！一穷二白，分币没有。我刚过来就差点饿疯，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，又冒出来娜娜，你倒是留下点信息啊！山川变平原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啊？完蛋，主上生气，我们把山脉打没了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都做了什么？你倒是吱一声啊！第9世我什么都没做，乃孤恋之身。原主姐姐，你这么漂亮，为什么死那么早？虽然我也不想死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当姐妹，相亲相爱一家人。你想见我，我也想见你的真身。你确定主人本尊是个神？现在不确定了。他不会是魔吧？你不觉得他像个魔君吗？确实像，平时治愈，爆发时毁灭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战意昂扬的？不会又想找谁打架吧？我只挑战这世间最强的存在。你跟林东几几开？没杀过，不了解。真他妈没杀过！你闭关注意点儿，别又搞出弊端。叼着你的草筑巢去吧。怎么多了个字？谁刻的？昨天明明没有。我没有给任何人钥匙，是凭空出现。这个天字偏左，右边应该还有一个字，怎么没有出现？天什么？天神、天仙、天尊、天圣、天总不能是天子吧？今天找大家伙来，是有一件重要事情宣布。什么事儿啊？快说呗！我还赶时间上山给仙子做饭呢。张大娘今早没去店里，我每日都能见仙子，拜真人就好。天赐尊号了，尊号只有1个字，还有1个字未出。我觉得是天尊，仙子是个神仙，可能是天子啊。什么？灵东神尊跟天子哪个更大？冒犯灵东神尊是大不敬，这天子是圣上啊，不一样。都是大不敬，一样。我找你们来就是想说，这些话千万别在外面讲。我懂，跟上回神庙神仆那事儿一样，咱不往外说。以后在仙子面前谨言慎行。我知道，真龙天子是最大的，所以仙子尊号还有1个字未出，是因为有人占了他天子位置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唉，反正都冒犯过灵东神尊了，现在冒犯一下天子怎么了嘛？都是大不敬。情绪挤压就得发疯，发完就好了。既来之则安之。主人，这小棒精又怎么了？怂得像小丑。主人还记得昨天喝完酒发生了什么吗？当然记得，我发酒疯嗷嗷叫。昨天夜空漂亮，看到星河渊云流星雨。主人知道他做了什么还云淡风轻，好恐怖。难道主上是魔君？差点毁天灭地还一脸无所谓，与魔族作风一模一样。我们不守阵了吗？有逆风和病荒就够了。我是忽然想起一个事儿，得查清楚。那你自己去，为什么要我一起？2个原因，一是你没来过雀族，赶巧了。听说你在族中很出名。当然，你在仙马族什么地位，我在雀族就是什么威望。还有一个原因呢。2是你的治疗术够顶，某孤本下册内容能量太强，以防万一。雀族收藏了很多孤本，暗藏玄机，非有缘人无法阅读。仙马族圣女光临平武塔，还不速速让行！你在干什么？
我堂堂双神之子你们不认，圣女之名总听说过吧？他可是战神麾下第2灵座，亲骨以圣女之名作证，我等就是奉战神姬绝修之命前来，还不快让开！圣女曾被众神争抢，销声匿迹后出现在战神麾下。你准备好治疗术，别一会儿真让我瞎了。说句话呀你！我讨厌你。你等会儿再讨厌，先把正事干了。这是什么书？我无法查阅，书封有强大破坏力。就是不知道才要来查，你应该看不了。我准备好了。你看的是什么悲情小说吗？赤血，你还好吗？不好，我可能得瞎一会儿。亲骨，赤血，谁？赤云。谁？赤显，你装什么？有什么事儿？搞快点，我们赶时间。当初你自命清高，连灵东神尊都拒绝，却转身依附于战神。什么话？护灵一辈子只能当护灵，别妄想当神阳殿的女主人。转告心灵神尊，有空看看脑子。青谷，你敢对心灵神尊不敬？你恢复好了吗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堂妹？早跟你们说了，雀族除了我全是傻子。以前我当你吹牛吧，现在信了。赤显，你又走歪了，前面是树。拉一把，这看不见啊！赤显，那本书写了什么？走一路了，你到底还说不说？是我不想说吗？我想说，但天道无我嘴，天雷是真能劈死我！你双神之子怕天雷？不是普通的天雷，你不知道有多恐怖。这么严重？看来是很严重的事。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？看击绝修。那孤中分上下两侧，击绝修的情况是上侧，神武体神阳之魄伴随使命诞生。早就听腻了。下侧呢？他要回来了，神阳之魄是诞生，而那位是回归，是降临。城主是暴毙，我弟弟呢？跟岭山有关。城主去世前派魏军去岭山，遇到无为境强者阻挡。岭山不是穷苦村落，岭山难不成想取代荣城？少爷，荣章大势已去。我父亲也是，我父亲是被气死的。都退下。妖兽作乱，天灾人祸，水淹岭山，杀了萧冉叔。这河水竟然真有精怪！你摔跤了？不碍事。今天别做饭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不影响烧饭。村里会不会有洪涝？曾荣城到我们这儿好多官道被淹，据说有人看到水里有条大鱼，说是水怪呀。主人，全月，你通晓水性，下山看看怎么回事。好。所有人先退至高处，保命要紧。杂鱼，给我滚！全月大人，请问是仙子让您下山的吗？不然，要不是主人吩咐，我才懒得理那丑不拉几的鲶鱼精。大伙儿，有仙子镇守岭山，我们再也不用怕洪涝了。我修炼500年，成为东南水域老大，怎么会有海里的大佬住在山上？那双粉色眼睛盯着我时，我感觉500年道行瞬间要无。苍天，那可是大海妖！赶紧通知小弟改口，不能再喊我大王了。那小子严尚奇想害我，你给我等着！是水怪作乱吗？走了。不为难吧？没。怎么了？洪涝解决了，但曾岁的事还没完。城主不是没了吗？他儿子回来了，以前在皇城当大官，要当新任城主。水再来了！严尚奇在哪儿？岭山就是你绕路去的那个地方。外公，萧真人真的很厉害。外面传的越盛，越说明有人故意宣扬，你不可道听途说。护送我回来的秋月是无为境高手，正是萧真人的手下，为萧真人所赐。当真？无为境足以在军中胜任将帅之职。谁的将，谁的帅，替谁卖命。严家父子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什么都没做。主人，那个鲶鱼精被赶跑了，但他好像去找荣城那个叫严尚奇的麻烦了。哦，那条鱼很丑。我不想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。知道了，去忙你的。天雾，你终于要回来了。战神又召唤重剑，最近第2次了。要不要禀报神尊？走，去禀报。外公以为什么人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心于左而目不转？人便是有人千变万化的情绪。外公征战沙场，镇守边疆，所见所识比我强100倍。我怎么比得上你在外域5年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岂是内域能别？外域那么多大能者，我也从未见到如萧真人那般的妙人。山川夷为平地，他只淡淡说不足为奇。公主轰字字剔写，他教导我目之所及皆是过往。外公，你是没看到，他一边乱下棋连输我5局，一边字字真理。飞鹰传书你是不是没收到？未曾，看来被父皇劫了，所以才会派暗卫去岭山。暗卫发现你了。外公放心，父皇的暗卫一个都没活下来。萧冉书竟能对付一整支皇家暗卫，萧真人都没出来，是他家杂役出的手。杂役？每日洗碗洗衣服的杂役，只是一挥手，10几人的暗卫队伍就全军覆灭，血染整条山路。那是什么修为？道和天人？移山定元都不足为奇，杂役杀10几个暗卫怎么了吗？那确实是外域大能者。所以外公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了吗？哈哈哈哈！皇上，这是什么？竹子开花了！我第一次知道竹子会开花，实属罕见。竹子为何开花？皇上今日赏竹，竹子就开花给您看，是大喜之兆。怎么个喜法？回去盘点一下，将值钱东西都置换成银票，方便携带。娘娘，这是为何？竹子开花，衰败之象。开国皇帝亲手种的100年竹林，曾经辉煌，如今生长环境恶劣，竹子一旦开花，就会大批死亡，气运已散。岭山一行多日，怎么还没有回音？萧冉书到底死了没有？皇上，终于有黑羽军的消息了。别又是箭矢，是信件。指示物，拿到指示物就能成为第9代主人。细查指示物为何物，有几份，所有细节。老奴遵旨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聒噪！地图上预测的黑羽军路线直指藤国东南岭山，所有线索指向同一个人。云阳公主打听的人，天降异象来源，圣山女仙。现在连黑羽军也要去岭山。萧冉书姓吴，要不要再派一批暗卫过去？信笺是飞鹰传书，速度比行军快。消息传来时，黑羽军或许刚入藤国西部边境，挡不住，但可减慢其速度。皇城距岭山比边境近得多，来得及。先下手为强，抢夺指示物，没有魄力当什么皇帝？日子平淡挺好。仙子，村里人说明天要给生祠上香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不去，人多。原主身份复杂，但我不想管，只要村里平安，我就在山上宅着。听说荣城新上任的城主被调走了，现在没人管我们曾岁的事了。仙子保佑啊！我昨天路过江河，看到一条大鱼尸体飘在水面，好大！真的，真的，有人说那是作乱的水怪，被仙子座下仙童打死了。城主长子过世的事儿传开了，荣城都说河水成精，跑到城主府一通乱杀，叫杀的不成人样。已经入夏，再过段时间秋收，曾岁搁置就好。我继续悠闲自得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快跑啊！这是禁区，天子这被发现了！杀！林雨，毛脏了，主人又要我给你洗。村民死光了，谁来给主人做饭？你看了这么久，倒是下去解决一下。不急，还没到时候。确实。活捉武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赵宇君。几岁了？5岁。 5岁开智，可惜没机会展示未来。蘑菇在哪儿？快跑啊！宇君勇猛无畏。
禁军，找死！听说苍狼族的灵纹一绝是灵嗅，差不多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了多少领城的嗅觉。哼，20万人同时爆发的气息，狗都能闻出来。哪来的20万？骑兵最快，往西100里还有。他们以为这支军队的后勤好杀，谁料惹到了全能战士。暴风雨配火锅，妙哉！参见主帅！参见主帅！哎妈呀！薛老板，黑羽军喊的是什么？小女仙是黑羽军主帅呀！薛老板，薛老板，主帅，军队的情况目前就是这些，请主帅指示。全军待命。是。出去，把门带上。原主，你是牛逼的，你一个饿死的穷鬼，哪来的钱养20万人的军队？20万啊，大佬！哦，所以你不是饿死的，你是真牛啊，老天鹅！你到底是干啥的？你还有多少马甲？你能不能跟我吱一声？你要是还活着，绝逼是一代枭雄、千古名将。但你把20万军队往我面前一送，我现在头很大呀。主人在嘀咕什么？听不懂，只确认军队为主上所用。通个气吧，原主。天无大人，又怎么了？好在他们引动天地力量，强行把我换过去。多来几次，这关也不用闭了。主帅就是萧冉书，那云淡风轻的气场，一看就非凡。这一甲子的黑羽军又将天下闻名。全军待命，时刻准备好随主帅出征。那个，我是给仙子做饭的，真是做饭，花平时2倍时间上山。不是吗？真有20万大军。皇上起了，饭菜还要好一会儿，我先给皇上煮个汤粥垫垫。张大娘为什么喊我皇上？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变成皇帝了？张大娘，诺。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仙子您是不知道，昨晚来了1万禁军，迎夏节吃得好好的，禁军突然杀过来，把流水席全部打翻，追着村民杀。幸亏有邱大人留下的武士阻拦，死人了。禁军全死了，黑羽军来了，村里没死人。蘑菇差点被禁军将军，他跑到禁军面前喊勇猛无畏，黑羽军。禁军先来，想杀的是我。若不是黑羽军及时赶到，村子就没了。原主不在了，现在这是我的军队。主帅，主帅是下山，需要将士们来一场实战演习吗？暂且不用。主帅，将士们很勇猛。我知道。那主帅可否指点一二？勇者不得先，怯者不得后。主帅有令，勇者不得先，怯者不得后。整队，第一天就让主帅看笑话，但主帅一眼看出弊端，崇拜极了。一夜，仙子一夜。一夜，我昨天没害怕，羽军勇猛无畏。有女将风范。昨天是谁救下了这个孩子？回主帅，是末将。谢谢。关沧海，你原地待命。是。等等，这是你妹妹，叫什么名字？她叫蘑菇。我叫赵羽军。羽军。羽翼的羽，将军的军，仙子一翼给我起的，说我要当将军。主帅亲自起名，羽军。参见少主。这徐老板，能否帮我几个忙？您请说。你是商人，知道的事一定很多。您想问什么，在下知无不言。第一件事，我想打听藤国一名公主，你可听说过夏云阳这个名字？云阳公主天赋异禀，母妃为青城将军府之女，
可惜1个月前公主府失火，腾鹤帝昭告天下，公主薨。1个月前公主死了，20天前我还见过夏云阳。假死，投靠了叛军，为什么？宫斗、朝堂、权谋。第二件事，当下滕国可有战事？各州各城发展如何？滕国已有20年没有战事，州城一切平稳。问这些，难道是要开仗了？时代不动荡，原主却养私兵，反派剧本没跑了。徐老板可有完整的滕国律法和地图？我去给您寻来。麻烦了。徐老板，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吧？明白，明白。自古君主多疑，我保证今天的事谁都不告诉。未来2天我谁也不见，别让任何人进入院门。黑羽军的关将军也不见？对。那我让张大娘别来了，我下山拿，然后给主人端进来。你也别进来，放门口。知道了。主人，要准备洗漱的热水吗？主上闭门不出整整2天，深夜了还能从窗柱外看到他挑灯夜读的身影。要知道，他可是一天24小时能睡14小时的人。别怕，白燕这哈士奇整天开门睡大觉，粘人又单纯。全月这小棒精更是胆小，什么都怕。当初在荣城，他就吓得一直抖。真要打仗，我一个现代人知晓的东西多，有心理准备。但家里的乖狗狗和柔弱杂役肯定会吓哭的。替我准备热水，我洗个澡。好。2天了，我要见主帅。主人不见，尔等待诏。不知道哪来的小妖也敢拦我，就凭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主帅是否无恙？让开！什么修为？本座说了，待诏。你是听不懂人话。本座，眼前的难不成是大妖？糟糕，如此厉害的大妖在主帅身边，主帅会不会有危险？我靠，这大妖怎么还会变脸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吓到他了。不许欺负白燕和全月。是，不，谁欺负谁啊？这大妖在主帅面前怎么跟个绿茶似的？你随我来。来人！皇上，怎么了？皇上，朕的禁军呢？消息呢？回禀皇上，禁军未有消息传回。出发多日，早该到灵山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说起这个事也觉得怪。3天前，禁军每天有行军书线飞鹰传回，可突然就失联了。丁飞呢？皇上怎么忽然问丁飞？丁飞不是已经失宠好几个月了吗？特么的，靠！这兵墙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老子就他妈睡了个觉，天门就堵上了是吧？哪个可恶的神搞这些有的没的？等老子碎了这道墙，杀上神域，让你们这帮不干正事的神全他妈当老子口粮！草！谁堵的天门？一条龙都没有，想饿死本大爷啊！咣！锤不出什么名堂，但好歹能发泄。气死老遮啦！这是什么动物啊？脾气好大！哼，上古凶兽朝天豪，之前怎么没发现？藏哪儿的？我看到他是从地底钻出来。兔子会打洞，1米之下的地壳深处，我们没发现也正常。传闻中吼兔脾气暴躁，战力恐怖，我们要不要避一避？没关系的，朝天豪以龙为食，我们又不是龙，不用害怕。你们6个再叽叽喳巴就都去死！喵！是谁说朝天豪只吃龙，对其他生灵不感兴趣的？他是不吃
我号令，逆风布阵，冰皇封印，你俩配合先缠住他，使你找机会石化。青谷随时准备好给大家疗伤。牛，蠢牛，你到底成年没有？你的能力是什么？下毒！我只是个吉祥物。废物啊！那你在旁边观战。喵喵，那你呢？我逃命去。刃锋哥哥，你的阵法不灵了吗？哦，没必要。为什么？你们都没有胜负欲吗？上古凶兽活了几年，或许还睡了几万年。总之战力远超我等想象，哪怕真能把朝天鳌封印又石化，也拖延不了太久时间。我们6个脆皮都是辅助型，无人有战斗能力，就算困住他，谁上去打呢？无论是封印还是石化，都会让我们消耗太大而陷入虚弱。少说两句，跑吧！那吼兔生气了。跑啊！牛牛快冲！牛牛快冲！朝天鳌只是想入天门而已，赤显你把神谕令牌给他，让他过去好了嘛。你怎么不给呢？我的当然不能给啊，毛！神谕令牌一人一物，跟持令者气息绑死，丢失了会被重罚的哇！我怕死啊，毛！我就不怕了吗？你是凤凰与朱雀的双神之子，3界6域的唯一凤雀，凤雀返祖，至高无上，9重涅槃，不死之身。快停下你的彩虹屁吧！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能说会话呢？什么鬼战力？众神以万年玄冰合力凝聚的冰墙，竟然被这猴兔一掌盘出了爪痕。这朝天豪想杀我们6个易如反掌，快跑！万年冰墙，迄今为止也只有尊上留下过剑痕吧？对，尊上斩杀上代战神时，重剑无风劈了一道，那一战后便是战神换代，无人再敢与咱们尊上正面为敌。别说了，快跑！这猴兔怕是天下唯二能在冰墙上划出痕迹的家伙。不，你们忘了吗？某只单姬的血也可以。我的血也能在冰墙上留下痕迹，所以呢？要不赤贤你去把那冰墙融了？你拉倒吧，那冰墙厚的离谱，你把我血放干了也融不出穿啊！我觉得可行，反正赤贤你不会死，而敖兔也只是想上天门而已。可我会变成蛋啊！你们能不能当个人？兔哥哥，你看到这只单姬没有？它是凤雀，它的血可以融化冰墙，你抓它抹脖子。蠢牛，你凤雀返祖，拿来吧你！前方那单姬怎么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？哼，感觉自己后背都要被烫熟了，恐怖的撕裂感深入骨髓，不仅灼烧着我的肉身，还有魂魄。我操！不用看了，打不过，跑啊！轮到我逃命啦！1次2次，打扰我闭关，天无就算了，那猴兔又是怎么回事？要不咱别闭关了？念风，布阵。都这样了，还非得闭关？你是真事业班，我服。哎，对了，姬绝修。你转世修行的第9式习武了吗？修炼了没？不曾。哦，岭山的登山石阶是你铺的吗？不是，我上山时无石阶，但茅草屋是我盖的。大天屋游戏人间，它需要石阶，就有了石阶。那你第9式都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，只悟道，悟出了天地之道，意识回归。你没修炼，没习武，也没干事儿，就整天搁家里发呆，然后挂了。那他岂不是地狱开局的肉体凡胎？这一世很辛苦啊。他，对，占了你第9式身体的那位。你问他的是做什么？瞎问问。他爱吃鸡。你在说什么？他爱吃鸡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。嘿嘿，你要不去给他补一补？他少阳。我忽然发现你是他的天选阳元。你上回说的是他给我补，我跟你关系再好也要分清主子啊！你说话也注意点，别把他惹生气了，一句定你生死。你看了孤本没瞎？瞎了3天，差点疯。凤雀之身都瞎3天，
你的族人怕是刚翻开第1页便神形俱灭。还说呢，我特地带了亲骨去，一刻不停的治疗，我依旧瞎了3天，太逆天了！赤贤，你给尊上守阵，吵什么吵？吵得我一句话没听懂，现在又在那儿打鸣。这丹姬真的烦。赤显，你是作医，雀族是自上古传承下来的大族，天武塔珍藏的孤本无数，你知晓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多。自然，别的我不行，就破阵这一块，天武塔的阵法对我来说形同虚主。小时候被孤立，就整天在那儿看书。那你知道这天门为什么堵上吗？几万年前，众神以神力凝万年玄冰，将通往神域的天门闭合。之后人妖神魔分界，彻底隔绝了与魔族的往来。家说，我们想去魔月不是很容易。那么请问圣女大人，魔族想去神域容易呢？原来如此。可天门一堵，隔的不仅是魔，人和妖也上不去了，还让天地灵脉被锁在冰墙内，导致天门外的地域灵气稀薄，凡人想修炼变得极其不易。为何冰墙明明拦住了所有人妖魔，却说是为了隔绝魔域？说不出来，遭雷劈。这么做，众神就没考虑过对整个人族的影响吗？长达几万年的末法时代，凡人出身的修炼者有多绝望？神的傲慢。忽然就明白赤显为什么总是在神域吵架骂人，原以为他是仗着不死之身搞事情，现在看来赤显是真瞧不起那些神，更别说众神麾下的那些灵座。而我们的尊上战神姬绝修更甚，他是新神，本就与那些上古神路子不同，惹了赤显只是挨骂，得罪姬绝修直接被杀。作医大人，你是凤阙不死之身？那当然，我随便嘎。我第一次涅槃就是被姬绝修宰了，当天就从蛋里孵了出来。然后你就成为了他麾下第一灵座。对，用他的说法是，没遇到过这么菜但又杀不死的家伙，有点稀奇就把我给收了。至于我的血具体用途，他自身实力强的离谱，压根儿不在乎。你好厉害，所以才说凤阙返祖至高无上呢，3界6域的唯一，懂？你可以无限涅槃。你为什么笑得这么恐怖？赤显啊，你说放多少血能融化这冰墙？降职了。杀鸡嘛，都是抹脖子的。不当人。活该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做2、做3。小爷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位的，哪怕成神都不会让出第一灵座给你俩。我告诉你们，结仇了，结老大仇了。你俩但凡有蠢牛1%单纯，我都不至于生气。千古，那是一个女圣女跟我玩这招，还有石孽，堂堂玄蛇，你有点自己思想行吗？你俩真是恶毒啊！尊上怎么出来了？被吵到？不可能！我除了布下时间加速阵，还布了无感屏蔽阵，哪怕地震了，阵法中也毫无感觉。除非再来个上古凶兽一巴掌把阵法拍碎，但这世上没那么多上古大凶兽，所以尊上为什么出来了？啊！等等，为什么尊上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？尊上。你们快点过来！啊！尊上出关了！尊上，我们还去凡人城市玩吗？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姬绝修，你出关了，快点管管他俩，杀鸡了！好，开始了。什么开始了？尊上怎么回事？阴阳调和未成，神阳之魄的弊端，闭关把脑子烧坏了，失忆失智，他现在是个脑残。那我可以？不可以。他只是失忆失智，不是失去战力。我反正死不了。你们5个说话注意。这事儿我第一次知道，不过有弊端这事的确需要保密。赤贤怎么一副习惯了的样子？可不就是习惯了？前几次我还挺担惊受怕，现在无所谓，随便他作。以前发生过？据我所知就有3次。第一次脑残时他还不是神尊，没现在这么强，直接发大疯闯魔域。
宰了一个大魔头。那次我知道，尊上杀的大怪头是个魔君，与仙马族和玄蛇族有世仇。尊上还不是神尊的时候就能杀魔君了，这战略有点离谱。要不他能成战神呢？那位魔君死后，仙马玄蛇二族就主动与尊上交好，我跟青谷成为了邻座。原以为神族出身的两位知书达理，谁知道你俩最不正常。还有吗？我还要听，谁不喜欢打听神尊八卦呢？之后的事我们不清楚，得问作揖大人。赤显是尊上的发小，相识9000年了。他第二次发疯还是闯魔域，冲过去抢了块神煞魔石，然后在那儿打了100年铁，铸出了神域最强神兵重剑无锋。我还以为那段时间尊上消失是闭关，结果在魔域当了100年铁匠。原来无锋剑是尊上在魔域亲手锻造，难怪只有他能启动那把神兵。等等，你刚刚说神煞魔石？那可是魔域的镇剑石，尊上抢走了。这神煞魔石稀有程度，这等同于跑到神域，把灵脉倒了一倒，再抽走一半。所以魔域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俩是魔族？你俩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咋当上灵座的？是你们亲爱的尊上打完了铁，铸完了剑，把你俩打晕了带过来，理由是好迷幻的羊和好能吃的猪。六啊！你别笑，你也是被他扛回来的。第3次发疯。对，姬绝修第3次烧坏脑子，依旧是去魔域捅了魔君窝，打了个毁天灭地的架，从魔域打到了妖域，路过草原扛了一头先天圣体的青牛回来。我可不就是你？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头上顶着一座山呢。啊！我说怎么吃着草忽然四蹄腾空，呼呼灌风，我还以为我飞起来了。唉，尊上怎么回去魔域？这是逮着魔族薅，突然不想当灵座了呢？我操！拦住他！看他不是要去魔域的样子，反而往人族地界走。这回你们真的要听我号令！逆风布阵，冰皇封印，石念，拿出最强本事石化他！结果你辛苦一下，还有蠢牛打开时间缝隙撞上去！我感觉自己的脑壳都快碎啦！别掐我脖子！我不想变成蛋。爱吃鸡。主上整整2天的不休不眠，令人担忧。动不了，时间停滞了，空间给他让道。这人将时间拉长了。竹笛，神之剑鞘。姬绝修把送出去的剑鞘连带已经变成剑胚的永燃香拿出来了。到底是哪个神？为什么深更半夜当小偷，不讲武德？姬绝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吧？能不能吱一声？我去！姬绝修是不是神经病？大张旗鼓特地跑过来，差点惊扰到天无大人的休息，就为了打铁铸剑啊！你丫真当自己是铁匠啊？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？隔音阵、防重阵，加快，免得一会儿姬绝修神力荡开，把周遭的一切都毁了。这次你打算敲几年锤子？记住，你叫姬绝修。要你说，那你记得我是谁不？姬爱吃。告辞！你们回神域吧，我带着蠢牛在这看着他，有事喊你们。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
屋子里的人是谁？那2只大妖的不同凡响，灭绝的苍狼，半神境界的大海妖，反正是得罪不起的人。下回见到我，我第一个跪。沉默是今晚的钢桥，一系列奇葩事件超过我们的认知。一神6灵座都来自神域，6灵座都挂彩，难得一见。关将军，来了个铁匠。这又是哪里来的大佬啊？不是大佬铁打的有问题，是我们的兵器原材料配不上。大佬，用这个。哪儿来的大佬？外域强者跑到军营里打铁干什么？得罪不起，供着。外域大佬对内域是降维打击。往前数500年，我都在这内域生活，以凡人身份统帅黑羽军，一代又一代，总计8代。这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军队，承载着我的意志。打铁怎么了？我还要一路跟着一路打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竹笛应该没这么大，很细。可眼前这个怎么这么大？能变回去吗？再变回来。起猛了，我就说不能熬夜吧，出现幻觉了。你是定海神针，我是齐天大圣。什么意思？主上知道那是神兵不？知道吧？主上认识战神吗？认识，剑鞘是战神送给主人的。我知道的比你多。你可以死了。主帅，您的铠甲已经打造好了。试一下。不好，主帅的铠甲防御不够，是主帅的佩剑太厉害，主帅不得了。我用最快速度给主帅修复铠甲。主帅神情冰冷的样子真的很吓人啊。敌剑是定海神针，所以我不可能是猴。大佬，贵姓啊？姬绝修。姬老，不对，姬爷。算了，您能修复这身铠甲吗？能。是给我们主帅量身定制，比你熟。你率领10万人，绕路抵达此处。黑羽军从不绕路。绕，翻山越岭也绕。记下路线。现在就出发，以最快速度抵达，然后埋伏。是。让文琴领军5万，明早出发前往越城待命。历城最远，越城其次，荣征最近。3城、3军、3路。我亲自率领5万人横穿荣城。2份传讯。第一份，交代村民们今夜开始散播消息，内容为荣城沦陷，黑羽军招兵买马，成立天启军团，能者得知。我听不懂，但时刻惦记主帅是对的。你想干嘛？有话好好说。
惯给你挚友燃香，你忘了吗？凤雀，姬绝秀，你能不能当个人？凤雀，涅槃。赤藓哥哥，有事儿，哥哥，没事单机。瞎说，我一直喊你哥哥的。放屁！赤藓哥哥，南边那里为什么一片迷雾啊？因为那里死了很多生灵，埋葬着天下苍生。啊，牛，你有父母吗？牛牛没见过父母。我也没见过我父母，毕竟他们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是个蛋。哦。不过他们的事迹在神域流传至今，人尽皆知。我爹是只大凤凰，血脉最纯的那种，非常厉害。我娘更厉害，是天地间唯一的朱雀。他们就陨落在南方那片迷障之地。为什么会陨落在凡人生活的内域？凡人内域，那里是神魔谷战场。很意外是不是？曾经的神魔大战就是在这里展开，人妖神魔的混战导致上百亿生灵的死亡，尸骨侵蚀大地，亡魂万年不消，就形成了迷障地带。生灵之间为什么要有战争呢？你都说是势力争夺了，抢资源嘛，很正常。可是打仗会死很多人的，很无辜，很可怜啊。这么说来，冰荒姐姐喜欢吃人，人也可怜，冰荒姐姐坏。你不吃草？吃啊，牛牛都吃草的。草还能成精呢，草不可怜，你从小吃到大，你更坏。啊，对货，赤藓，我困了。给你枕。好。春牛，谁让你用本体睡觉的？那人身不舒服。把你壮硕的牛头从我身上拿开，山一样大的脑袋压着我，你有良心吗？既然这天下不公，我便给你们打出一个天下。